一颗星可以让一家餐厅的预约瞬间排到3个月后，但也有主厨宁愿把已经到手的3颗星亲手还回去。这颗星就是米其林星。2026年7月，台湾新一届统的米其林名单就要公布，而今年刚好是米其林星级制度满100周年。100年来，这颗小小的星，全世界好吃的最高认证。但奇怪的是，它明明能带来大把生意，为什么有人抢着要，却也有人急着逃？一颗米其林星到底值多少钱？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拿到星星到底能带来什么？最直接的就是名气和人潮。一家餐厅只要拿下星星，几乎立刻登上新闻、洗版社群，预约电话接到手软。原本没什么名气的店，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位难求。有了这层光环，它也更有底气把价格往上调，把品牌卖到海外。对很多餐厅来说，这是花再多广告费都买不到的信任。换个角度想，你就懂这颗星值多少钱了。它等于帮一家店一次买齐了曝光、排队人潮，还有涨价的底气。所以每年名单一公布，拿到星星的餐厅预约马上被秒杀，外带排到转角。而榜上有名的城市和小吃，也常常跟着多了一批专程来朝圣的观光客。一颗星带动的早就不只是一家店的生意，而是一整条街，甚至一座城市的餐饮观光。但这颗星从来不是免费的，为了拿到星星，更为了保住星星，餐厅往往的不断加码，用更贵的食材，请更多的人，把服务和摆盘做到极致，连餐具、装潢都不能马虎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烧的成本，于是就出现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：拿到星星不一定会赚钱。国外有一份针对这些星级餐厅的学术调查就发现，20几家拿下星星的餐厅里，竟然有将近一半坦言拿到星星之后反而没有赚到钱，因为多出来的营收常常追不上为了维持星星而更高的成本。这里也要带一个很多人会搞混的名词——必比登。它跟星星不一样，是米其林另外一份建议名单，专门颁给平价又好吃的餐厅。很多我们亲切的巷口小吃、夜市摊，就是靠它被看见。换句话说，米其林认证的不只是高级餐厅，也包括那些便宜、日常但真的好吃的味道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么一个代表美食最高荣誉的品鉴，为什么是一家轮胎公司做的？时间要拉回100多年前，1889年，米其林兄弟创立了公司，本业是做轮胎。到了1900年，他们出版了第一本红皮指南，但那其实不是一本美食书，是一本免费送的旅游手册，里面标了哪里有旅馆，哪里能加油，哪里能修车。他们的算盘其实很简单，如果大家越爱开车出去玩，轮胎就卖得越多。于是，这本教你怎么玩的免费指南，本质上是一个卖轮胎的行销工具。一直到1926年，指南才开始为餐厅评定星等，慢慢演变成今天我们亲切的样子。一颗星值得停留，2颗星值得为它绕路，3颗星值得专程搭飞机去吃。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，会发现这颗星真正在卖的是2个字：信任。在一个选择太多、资讯太乱的世界里，我们很难自己判断一家没去过的餐厅好不好。这时候，一个公正、神秘而且要求很高的第三方认证就变得很有价值。它帮你筛选，帮你背书，让你不用踩雷。这就是所谓的信任经济。其实你想想，网络上的星等评分、订房网站的评价分数，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，用一个大家都信的标准，帮你降低选错的风险。米其林只是这门生意里做得最久也最神秘的那一个，而它之所以能被信任，关键就在那份神秘。米其林的评审是一群不具名的神秘客，他们像一般客人一样预约，自己付钱，悄悄用餐，不会表明身份。一年可能造访同一家店好几次，正因为餐厅事先不知道评审什么时候会来，是哪一位，理论上就没办法临时作弊，只给评审好料。这套暗中查访的机制，虽然也常被质疑主观，却是这颗星能够100年来维持公信力的核心。把焦点拉回餐厅，这颗星其实是一把双面刃，拿到星星时风光，失去星星时却可能摔得很重。国外就有一家2星餐厅，在失去星星之后，生意直接掉了大约70%，不到1年就关门。星星带来的生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更沉重的是，那份被期待的压力。
一旦有了星星、客人的标准、媒体的放大镜，还有明年会不会掉星的恐惧，全都压在主厨身上。国家税甚至曾经统计，在某一段时期里，接连有好几位3星主厨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选择收掉餐厅。这几年也陆续有名厨因为受不了这种压力，主动把薪金还回去，或干脆一开始就婉拒。有人说是为了自由，有人就是发现慕名而来的客人很多，只是为了打卡拍照，而不是真的来的吃饭。对他们来说，星星到最后反而成了一种绑住自己的包袱。这也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：这颗星定义的好吃，到底是谁的标准？它是一群不具名的评审用一套规矩评出来的专业肯定，但它不一定等于你巷口那摊吃了20年，闭着眼睛都觉得好吃的那碗面。所以，从一颗小小的心，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整套信任、被记价贵，别放大，最后又反过来压垮自己的过程。它能把一家店捧上天，也能变成主厨肩上的重担。下一次当你看到米其林3个字的时候，也许可以多想1秒，你追的是那颗星，还是那盘真正打动你的菜？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你会愿意为了一颗米其林星特地排队、特地飞一趟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